好了，他们多半是刚才那个人口中的暴徒。既然这些人都倒在这里，利托斯特去了哪儿？那个影团又是什么？没关系，现在的我能应付得来。别碍事，只有这种程度，再来多少都没用。战斗变轻松了。那个人没有骗我，想要变强，就要看到了吗，克拉丽？我就说我能做到。哦，那就是这位亡命暴徒的名字。该死，你竟敢侮辱他！这是他选择的路，落得这副下场，怪不了任何人。好一个他选择的路！这一切的根源，难道不都是你犯下的弥天大罪？如你所言，郎丘如今的异变，既是浩劫的预兆，亦是罪愆的余波。若追根溯源，理应浅究无深。故此，我接受你这方面的指责。然我以抛却影旗之名，余生都将躬耕于黑暗。现下所为，是肃清诸恶，还天地平衡的必要之举。还望你莫要阻拦。影旗，你是神的骑士？以你身上展现的异常，我原以为你也是暴徒的漏网之鱼，但看来并非如此。那么我也不必在此耽搁时间。别再说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了，告诉我，你都对克拉丽做了什么？要怎么做才能让她醒过来？人皆自有命数，他者无力干涉。我果然不该跟你废话，像你这样卑劣的小人，罪该万死。或许，但其时未至。别想逃！住手，赫利亚！前辈，你在做什么？放开我！我找到他了，我找到利托斯特了！放开我！就是他把克拉丽，我要让他血债血偿！赫利亚，看看你自己！赫利亚，你打算死在这里吗？赫利亚，我们不能拿命冒险，那样沉重的代价，我们承受不起第二次。先回修伯利安11号商量对策，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吧。大家都需要休整，你也是。力量还不够。以上就是利托斯特的全部发言，一共7句。怎么样，是不是比赫利亚同学半天清楚多了？别用这个称呼喊我。维塔，你不要得寸进尺。阿基塔，你又为什么要一直隐瞒利托斯特的真实身份？你们也没人问过啊，我还以为你们知道。不过还是多亏了我给你们提供的便利，
你们最终自己找到了答案。换言之，你们应该好好感谢我才是。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刚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影团是什么？利托斯特又在做什么打算？那只是利托斯特为暴徒们刮骨去毒的产物，在真实的历史里，也是他了结了所有暴徒，驱散影团，终结了这场暴乱。这次实术战中的利托斯特下手可真是残酷啊！或许暂时终止这次探索，先去下个节点寻找线索更现实一些。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利托斯特，我要让他付出代价，让他说出一切。哎呀，看来大家的意见不太一致呢，真没办法，那就只好用紧张刺激的投票来决定啦。终止探索和继续探索各一票，其他人呢？我更希望终止对第19次实术战争预选赛节点的探索，毕竟继续行动太过危险了。明明是因为担心后辈的身体状况，为什么不照实说出来呢？那就是2比1。寻梦者呢？你的票很关键。2比2，那么决定性的一票就来到了小 V 这里。哇，好紧张。就算你用这种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我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将来，而我一定会在这些分叉的小径里找到对大家最有用的那一条。所以我建议终止探索，这样就是3比2啦。我不能接受。赫利亚，你听我说。还有什么好说的？投票结果摆在这儿，难道优等生赫利亚也学会了耍赖？哦，我突然想起来，不就是因为你擅自行动惊动了利托斯特，打乱了原本的计划吗？不然我们肯定还能再挖出点更关键的信息。你还有阿杰塔，你们一个是系统操控员，一个是后台维护员，明明手握着大量秘密，却每一次都选择了隐瞒，每一次都要以迂回的方式将所有人引入危险之中。如果你们真的好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克拉丽也就不会死。哼，别逗我笑了。我猜绝对是之前多次死后重来的经历让你低估了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可要是我时时刻刻都提醒大家，这搞不好真的会死，你们又如何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接下来的行动呢？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赫利亚，你好像误会了什么呀？在小 V 的字典里，义务根本就不存在。你之所以对我强调它，不是因为履行它有任何好处，只因它看似能束缚我，也方便你站上道德高地借题发挥。你呀，有看过自己现在的样子吗？让我想想，如果是科拉丽，也许会留下无能狂怒的评价吧。闭嘴！德丽莎主教果然很关心我。不过我真的很好奇，假如赫利亚成功杀死了我，在看向我的尸体时，他究竟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菲塔，算我求你了，安静1分钟行吗？好吧好吧。赫利亚，你知道的，修伯利安11号上禁止使用武器。鉴于我刚刚也用了的事实，所以我们俩空下来的时候都要补一份检讨，可以吗？赫利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也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所承担的痛苦，任何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化。但身为女武神，我们必须坚强。抱歉，之前自说自话的带着你继续执行任务，似乎起了反效果。我不该自以为是的。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接下来的探索就由我和寻梦者进行就好。小 V 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呢。我一直都觉得你其实才是那条始终需要别人牵着的猎犬，可惜牵着你的人已经……维塔，赫利亚，之后的探索先交给我们，等你恢复状态之后，大家再一起行动吧。
会议不是已经开完了吗？难道说德丽莎主教这么快就想我啦？丽塔，我不知道你故意激怒赫利亚到底有什么目的，但如果你胆敢再这样羞辱我重要的学生，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德丽莎主教可真温柔呀，但就是因为这样，才更需要小 V 这种揭人伤疤、说难听话的存在呀。这可不是过家家游戏，大家一起挽着手唱着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也没兴趣处处照顾对方的情绪。表面的一团和气没有意义，结果才是一切。比起逃避问题，不如一口气暴露出来，早点解决隐患，对大家都好。当然啦，引爆炸弹的时候总是有点小激烈的，不是吗？我现在发自内心的共情了另一位希尔和小石对你的谩骂，并且认为他们骂得太克制了。总之，注意你的言行，除非你真的想和全地球为敌。好，好。哼。无根的道理。